入营时，我让女友与他的前任同一顶帐篷里过夜，他不仅体贴地给他们整理好床铺，还愉快地聆听着女友的前任为他唱情歌。我的心已经死了，我决定好好过自己的生活，不再容忍他和他前男友的批评。可就在我提出分手，成全他们这对渣男渣女的时候，女友却变了个人。五一长假，刘雨嫣执意要携带前男友周世成，我虽然反对，但无济于事。他们不仅将我遗忘在高速服务区，我感到既伤心又生气。警察把我送回家后，刘雨嫣却责备我懒惰、不检点，说我给她丢脸。我情绪失控了，我指责她心里没有我，只有周世成。她责怪我小心眼，然后气冲冲地关上门离开。我们吵了将近2周，直到今早，刘雨嫣才主动对我微笑，说：“之前我确实有些错，我们一起去山顶看日出吧。帐篷和零食都已准备好，我只在乎你是否能答应我。”我知道她并不是真心认错，只是因为过几天她爸妈要来旅游，会和我们一起吃个饭。每当我们吵架时，我总是害怕失去刘雨嫣，所以会主动送礼物，谦卑地认错。这种情况会持续数天，柳如烟才会露出笑容，重新对我展现热情。我同样欣然愿意继续珍惜那份不易得来的爱情，一次又一次。刘雨嫣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情况，她似乎认为每次都是我的错，她仿佛将我的喉咙紧紧掐住，阻断了我的呼吸，但我依然强颜欢笑，即使不能自由呼吸。然而最近，我逐渐明白了一件事，对于柳如烟的任何事情，我似乎都失去了兴趣。所以，当她邀请我一起看日出时，我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声“好的”，然后我转身走进了书房。我曾多次向柳如烟提出一同观赏日出的邀约，这是我长久以来的愿望。然而每一次都遭到她的拒绝。周世成一邀约，刘雨嫣立即打扮整齐出席。周世成还刻意在朋友圈分享合照，刺激了我，让我连续几天失眠。刘雨嫣告诉我不必杞人忧天，她说我们当时是一群人一同前往，她难以拒绝。当我走出书房时，刘雨嫣已经不见踪影，直到约定的晚上，她也没有出现。我没有像以前那样给她打电话或发消息，只是悄然间叫了一辆出租车，带着行李独自启程。生命宛如梦境，与其为别人担心忧虑，不如独自享受快乐。和其他登山者一起攀登山顶，我们聊得不亦乐乎。稍作休息后，我迎着微风等待日出，心中想起了一些事情。我高兴地拍下橘红色的光芒透过薄云，轻柔洒在我的脸上，温暖宜人。随后将其发到了朋友圈。我无意间发现周世成在同学群里分享了一个视频，是他观看演唱会的片段，画面中有一个女孩和主唱的声音。我对这个场景再熟悉不过，那一定是刘雨嫣。我虽毫无伤感，亦不觉意外，此类情境已屡见不鲜，数之不尽。再来一次又有何妨？我不再需要通过电话质问刘雨嫣，因为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我回到家时，刘雨嫣已经在家了。客厅的茶几上放着一个包装精美的礼盒。我不感兴趣分开去洗澡，而是选择前往书房睡觉。我知道那不是为我准备的，而是为周世成准备的。有一次，我发现茶几上摆放着一个礼盒，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我以为是刘雨嫣准备的惊喜，兴奋的迫不及待的想打开。刘雨嫣看到后径直推开我，夺走了礼盒，声称那是为周世成准备的贺礼，并嗤之以鼻的指责我自视过高，缺乏家教。第二天，他才记起是我的生日，送上了一份补充的礼物，我则选择了不计较。我在书房迷迷糊糊要睡着时，突然听到开门声。难道是刘雨嫣来看我了吗？是想要跟我道歉吗？不过还是算了吧，没所谓了，都不重要了。我不想再去想了，沉沉的进入了梦乡。一觉醒来已是晚上。我立刻注意到书桌上的那个精致礼盒与白天在茶几上看到的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底下多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刘雨嫣写的道歉信。抱歉，昨天忘了和你打招呼，让你独自一个人去看日出。周世成得到了我最喜欢的偶像演唱会门票，但只有2张，所以我们去了。别多想，下周我会陪你去看日出。我轻轻地笑了笑，没有打开礼盒看里面是什么，就随手将它塞进了抽屉。一个人看日出并不会感到孤独，我认为没有心事，感觉非常愉悦。我还记得那场演唱会的门票，当时我费了很大的功夫，从黄牛那里买到了2张。我兴冲冲地告诉了刘雨嫣，刘雨嫣冷漠地扭过头，声称自己毫无兴致。从那时起，我再也未曾触及此事。周世成手持2张门票，心情舒畅，证明他们真挚相爱。我不过是无关痛痒。大约1个小时后，刘雨嫣给我打来电话，你有没有注意到书桌上的礼物？我看见了我回来，你好像不满意。这可是你一直渴望的飞机模型啊。我感觉你的语气有点犹豫。我还未展开阅读，只是轻轻点了点头。曾经对航空模型情有独钟，直到刘雨嫣随意占据空间，并嘲笑其为直男玩意。于是我将所有模型寄回老家，从此再未购买新的。你还在生气吗？别那么小心眼，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了。刘雨嫣开始解释，我打断她，表示我明白，不必多说。你们是最好的朋友。刘雨嫣在电话那端沉默了几秒钟，突然挂断了电话。我琢磨着她是不是生气了，但不，过去我常吵常闹，她总是嫌烦。现在我不再如此，她应该感到轻松才对。也许挂了电话时，她心生一丝幸灾乐祸，但无论如何，这与我无关。我不愿再让刘雨嫣的事牵扯我的情绪。当晚，刘雨嫣手捧一束粉白玫瑰回家，看见我坐在客厅，随即将花放在我面前，发出一声轻响。贺卡上写着祝我们相识7周年快乐，画的末尾还点缀着一颗小星星。我一听就知道是周世成送的，因为他总是送粉白玫瑰，而我则习惯送红玫瑰。我曾送过粉白玫瑰给刘雨嫣，不过他却告诉我他最讨厌这种颜色的玫瑰，并要求我以后不要再送了。这件事让我们生了一整天的气。后来我目睹周世成将粉白玫瑰送给刘雨嫣，他却笑得很欣慰。我向刘雨嫣询问，他否认曾说过不喜欢粉白玫瑰的话，并解释粉白玫瑰象征着纯洁的感情。我保持了沉默，终于领悟到一个浅显的道理：送什么花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送花的人。然而此刻我心中并没有一丝愤怒。刘雨嫣昂着下巴，得意地向我发号施令，要我把花放好。
我点头起身，从花瓶中取出5亿前送给刘宇的花，随后将其扔进垃圾桶，又换上了一束粉白色的玫瑰。刘雨嫣将手臂交叠于胸前，以冷漠而嘲讽的眼神审视着我，为何不把新花瓶拿出来用，却偏要抛下红玫瑰来发脾气？继续说，你这个人就是太小气。熟悉的场景依旧是那傲慢的神态。过去我可能会勃然大怒，愤怒到脸色铁青，全身发抖，甚至与刘雨嫣争吵不休，结果她生气离开。然后我会反省，努力哄她回心转意。但如今我只是淡淡的转过头，你误会了。刘雨嫣看起来对我沉着的反应感到意外，表情流露出惊讶，而玄机则紧皱眉头，决定不再与我交谈。刘雨嫣转身离去时，我感到她的不悦。也许她以为我会像以往一样跟在她身后，不停的道歉和寻求原谅。她继续在大街上对我板着脸，我甚至不得不放弃工作，花上几个小时去哄她，最终导致我被老板责骂、扣工资，甚至被解雇。因此，我不得不频繁的跳槽，换了好几家公司。我选择了不再追逐，也不打算在怒火中沉沦，而是走向了书房。毕竟刘雨嫣和周世成都在那里。我启动电脑，登录了一个设计绘图的论坛。由于我的账号已经闲置了很长时间，我尝试了多次才成功的输入密码。刚刚登录，就有一个好友向我打招呼，说：“嘿，江哥，你怎么突然又出现了？之前不是因为女朋友而退出了吗？难道分手了？”我停顿了一会儿，才做出回应。我从小就对绘画充满了热情，并展现出了一定的天赋，因此获得了一些国外名校和知名游戏公司的青睐和邀请。为了刘雨嫣，我并非随意选择了一家公司工作。我每天早早起床，为刘雨嫣准备早餐，晚上则忙于洗衣服。我还尽力挑选她喜欢的电视剧，帮她解决工作上的难题。看来我似乎是全心全意迎合着刘雨嫣。我慢慢的放弃了绘画和制作航空模型这些爱好，但最终我并未获得任何东西。刘雨嫣对我态度时冷时热，而周世成却一直热情如初。曾经以为与刘雨嫣共度一生的梦想早已破灭，爱护自己比较明智，而非过度为他人忙碌。2小时后，我接到了周世成的电话，他问我：“你还算是个男人吗？雨嫣被欺负成什么样了？他一个人半夜跑出来，你一点也不担心吗？”周世成大声斥责我：“他身边已经有你了，我何必担心呢？”我反问了一句，然后就挂断了电话。和论坛上的几位好友重新聊了起来，他们一致认为我有重新从事老本行的潜力，凭借我的天赋，完全可以紧跟时代潮流。我也决定要开始为自己活着。没多久，我听到了门开的声音，想必是刘雨嫣回来了，但我并没有太在意，继续和好友聊着。我的一个好朋友在一家顶尖的游戏公司工作，他以前就想邀请我去做高级化妆师。当他听说我要回归工作，立刻向领导争取了一个面试的机会。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并决定明天就去面试。第二天，我睡到9点多，没有像平常一样起来给刘雨嫣做早餐。我决定自己动手做了一个三明治，并搭配了牛奶果汁。我过去总得迎合刘雨嫣的口味，费心便招法地哄她进餐。有时候她前一天晚上提出了想吃的，我按照她的要求做好了，但第二天她又改变主意，坚持要我做其他的，甚至还会让我给周世成做一份，好像我是他们的保姆，随时都能随叫随到的工具。对比而言，眼下过得毫无牵挂，再也不必早早起床，也不必费尽心思讨好刘雨嫣，这种日子着实令人舒服，甚至连外面的阳光都让我觉得更加明媚了许多。经过好友介绍，我得以见到了总经理，并且我们进行了深入的交谈。我展示了我的获奖作品以及之前绘制的游戏场景和角色插画，总经理非常满意，要求我在3天内设计一幅游戏角色宣传画。我答应了这个机会，决心在接下来的3天里全力以赴。毕竟竞争对手众多，而这是我直接入职的机会。我离开公司后才想起手机关机，开机后发现微信聊天框中有刘雨嫣的消息提醒，但半小时前的消息已经撤回了。在这个时候，我收到了一个同学群里的提醒，点开一看，平时不太经常出现的刘雨嫣，今天在群里格外活跃，不断的和周世美互动，分享着彼此拍摄的照片，其中有几张显得相当亲密。刘雨嫣靠在周世成的肩上，周世成撩着她的秀发，看来今早2人去拍照了，过着幸福的2人世界。同学们都在起哄，还有不少人问我拍的好不好看，我回复了2个字：好看。同学群里顿时安静下来，刘雨嫣也没有再出现。我早已看透一切，以刘雨嫣为中心的世界只是我自己的幻想。刘雨嫣有意发送了一张图片给我，然后立即将其撤回，显然是希望引起我的好奇心。待我询问之后，他又重新发送了同一张图片，似乎是想制造一种挑衅的氛围。我去面试了，回来发现壁纸没回复，于是我就在同学群里发了消息，可能是为了让自己更生气。接着我打电话质问他，甚至考虑找周世成麻烦，他会指责我小心眼，各种使用心理操控技巧，不断站在周世成一边，然后找来几个同学或闺蜜来劝我，最后用高跟鞋将我的自尊踩得粉碎。现在我完全沉浸在面试成功的喜悦中，对那几张照片没有丝毫的愤怒，更不会给刘宇打电话讨论这件事。我放下手机，前往公司递交辞呈，接着回到家，径直走进书房，将手机调至静音模式。我开始查阅游戏角色的资料，为即将进行的设计工作做好准备。傍晚时分，肚子饿了，想要点外卖，我再次拿起手机，却发现刘雨嫣在几分钟前给我打了7、8个电话，于是我回了过去。你为什么不接电话？工作忙吗？以前的话，刘雨嫣肯定生气的责备我不接电话，但这次她的语气很温和。你有什么需要吗？我只是平静的来访。今晚和我爸妈一起吃饭吧，刘雨嫣说道。起初我有些犹豫，但随后我想到刘雨嫣的父母人挺好的，或许这是一个良机，可以把事情都解释清楚。如果缘分已尽，就让它自然散去吧。将纠葛拖得太久，对我们双方都是一种折磨。我不想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抵达餐厅后，发现周世成竟也在场，他坐在刘雨嫣旁边，与他的父母亲切交谈着。他们看起来如此融洽，仿佛是一家人。我不禁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或许刘雨嫣也想趁此机会坦白，那也挺好的。小江，刘雨嫣的妈妈看见我，立刻起身招手。我微笑着走过去，但是
周世成依然坐在刘雨嫣身旁，毫不动容，眼神挑衅地朝我瞄了一眼。这一幕如此熟悉，周世成的个性注定要惹我生气，引发争吵，然后又装出可怜相，口口声声说只是朋友，请求我不要针对他。我看见刘雨嫣时，心生怜悯，总是站在他这一边，要我向他道歉。我不想再忽略自己了，这样的行为真的太耗费精力了。于是，我拉过一把椅子，独自坐在这里。刘雨嫣一侧明显有些疑惑，她父母的表情立刻变得古怪起来，他们的目光在我和周世成之间穿梭。服务员的到来最终打破了安静的氛围。刘雨嫣的妈妈笑着夹了一块肉给我，说：“小江，看你气色不太好，多吃点肉，补充一下营养。”感谢您，阿姨。我笑了笑，低头吃菜，却感受到周世成投来的极度嗜血。为了恢复以前的工作，不再在面试中失误。昨晚我确实准备了很久，早上喝了3杯咖啡才恢复精神，现在又累又饿。你怎么能只顾着自己啊？虽然你们俩闹了别扭，但也不能在长辈面前闹别扭啊。周世成果然控制不住情绪，一边对我说话时阴阳怪气，一边往刘宇的烟碗里夹菜，尽力表现得自己很体贴。刘雨嫣的妈妈急切地问道：“你们在吵些什么事？”刘雨嫣的爸爸也停下了动作，表情逐渐严肃起来，等待我们的回答。陆世成抢先道：“并非大不了，只是因为雨嫣没有陪他看日出。”刘雨嫣的父母听到这番话后松了口气，开始劝我不必为小事生气，建议改天再去。刘雨嫣也在一旁表示同意。叔叔阿姨，我并没有生气，只是熬夜太累了。我勉强挤出一丝微笑说道。刘雨嫣的爸妈点了点头，但随后气氛又变得尴尬起来。周世成主动找话题，但刘雨嫣的爸妈却不继续对话。不久之后，房间里又陷入了寂静。我专心吃饭，期间刘雨嫣的父母又为我添了几道菜，但刘雨嫣除了偶尔偷瞄我几眼外，也没有提及摊牌的事情。我觉得奇怪，刘雨嫣明明叫周世成过来就是想解决问题，为什么一直不说呢？是因为不想在父母面前扮演坏人的角色吗？他想让我成为这个罪人。在聚餐结束时，刘雨嫣的母亲拉着她到一旁，低声交谈了一番。刘雨嫣的爸爸把我叫到一旁，语重心长地说：“小江，雨嫣这孩子脾气有时候确实怪，你多担待包容点，别太跟他计较，担待包容。”我一直都这样做，总是认为刘雨嫣迟早会理解我，但我错了。刘雨嫣的父母离开后，周世成笑着提议说：“我们去唱歌吧，再叫上几个同学。”我不参与，你们继续玩，我不会为了他们浪费时间。现在饱食暖衣，该回家休息了。我一直对和刘雨嫣去 KTV 的经历耿耿于怀。有一次暴雨中，刘雨嫣发短信告诉我她在 KTV 遭到了袭击，我冒着暴雨赶去了那里。因为天气不好，我们还没有买车，所以打车也打不到，于是我就提着电动车过去了。摔了一跤，浑身湿透，但到达目的地后才发现刘雨嫣并未受伤。在一场真心话大冒险游戏中，我成了他朋友们取笑的对象，感觉自己像个落汤鸡。他一言未发，引发了我们之间的激烈争执。周世成后来频繁邀约柳如烟去 KTV， 我曾多次反对，但柳如烟却不为所动，依然用同样的辩解斥责我小心眼，说这不仅仅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大家一起去有何不可？但人多就没问题吗？周世成曾发布朋友圈，内容为几十秒的视频，视频中他与刘雨嫣合唱情歌，神情专注，相视而笑，嘴角挂着甜蜜的笑容，连眼神都透露着浓浓的情感。我再次与刘雨嫣发生争吵，周世成提议去 KTV， 显然是想继续他的表演，然而我并不上他的当。周世成对刘雨嫣说：“既然僵处不屈，那就走吧。”好的，我今晚有些累，不去了。刘雨嫣摇了摇头。哎呀，你以前不是最喜欢和我一起唱歌吗？为什么这次突然拒绝了呢？周世成既吃惊又错愕，旋即露出了委屈巴巴的表情。每当周世成如此，刘雨嫣总是百依百顺。我感到委屈，刘雨嫣只是不耐烦地指责我矫情。也许这就是白月光和烂树叶的区别。然而令我意外的是，这一次刘雨嫣仍然摇头拒绝道歉。好了，别再闹了，我真的太累了，我们改天再去吧。周世成皱着眉头，满脸不悦，来回踱步，但刘雨嫣仍旧坚持自己的想法。刚上车，刘雨嫣就开口了，说周世成不是我叫来的，纯属巧合。以前刘雨嫣从不解释，我问她时总被嫌疑挑事，现在她突然开始主动解释，但我对此毫无兴趣，也不想听。闭上眼便入睡，不管她说什么都与我无关。过了一段时间，我感到有人轻轻地推我，同时用温柔的声音呼唤我的名字，那声音居然是刘雨嫣的。我还以为自己在做梦。醒来后，我发现刘雨嫣正柔和地对我微笑着，表示我们已经到家了，应该去睡觉了。她的温柔表情让我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虽然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的感受，但此刻却已经不再计较。好的，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做。我摇了摇头，径直走向书房，开始着手设计游戏角色宣传画。过了片刻，刘雨嫣手捧着一杯温暖的牛奶步入书房。晚上在桌边喝一杯牛奶对身体有益，曾经我也这样做过，每晚都会为刘雨倒一杯牛奶。直到有一天，他坐在沙发上和周世成连麦打游戏，不小心碰到了牛奶，影响了他的表现。他随即把杯子摔在我脚边，然后狠狠地责骂了我一番。之后，我便在为替周世成倒过牛奶。虽然我们转头时温声细语的交谈，刚刚刘雨嫣的手机震动了，显示是周世成打来电话。接通电话后，周世成焦急地说：“雨嫣，我摔倒了，脚扭伤了。”刘雨嫣匆忙赶到，周世成语气严肃，我心生疑惑。他含泪询问：“情况严重吗？你能否将我送往医院？”挂断电话后，刘雨嫣对我说：“周世成，没事，你去吧。”我打断了他。刘雨嫣愣了好几秒，才继续说道：“我把他送到医院。”刘雨嫣说完就转身离开了。我觉得周世成又在假装可怜，这是他的老把戏。我还记得以前的情况，周世成流鼻涕，我得让刘雨嫣照顾他半天，我自己却高烧不退，心情糟透了。刘雨嫣只是扫了我一眼就离开了，还说这不算什么。我在刘雨嫣生病时连睡眠都不顺，一直在旁守候，爱是双向的。若一方完全失望，便宣告终结。第二天清晨，刘雨嫣端着早餐走进书房唤醒我，
笑着说：“你爱吃的油条、豆浆、包子，等会我给你。我们一起出门上班，我已经辞职了。”我伸了个懒腰，淡淡说道：“什么？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刘雨嫣愣住：“你不是说过关于我，你对我的工作毫无兴趣吗？”我反问道，慢慢的走向窗户，拉开了窗帘，阳光洒进来，感觉非常舒适。刘雨嫣再次呆住，嘴微张，却无言。我提出的方案被上司冒功，连名都没。回家想跟刘雨嫣抱怨，却得不到一句安慰。谁知道刘雨嫣竟为了与闺蜜们团聚，在我谈论打游戏的时候，她突然插话说起了我的工作，打断了我的话，一点也不愿意审视自己的能力，却抱怨我不与她商量，真是让人感到困扰。我站在阳光下，深吸一口气，注视着刘雨嫣，平静地说：“我们就此别过吧。既然刘雨嫣久久不提，那就由我来提起吧。”刘雨嫣手中的早餐突然落地了，我没能陪你看日出，这是我的错，咱们先冷静一下吧。刘雨嫣的眼神有几分捉肾，现在我很冷静，我们之间问题太多了。我说我上班快迟到了，先走了。但刘雨嫣没有继续往下听，而是转身跑出书房，接着是喷的关门声，仿佛如果不交流，问题就不会存在。我并没有过多纠结，而是重新将注意力放在了工作上。然而接下来刘雨嫣似乎开始感到紧张了，不仅在中午给我点了外卖，傍晚也提前回家给我做饭。以前谁能想到呢？刘雨嫣的厨艺一直都相当不错。当她追求周世成的时候，每天都会用不同的方式给他送早餐。周世成总是不太珍惜，经常随手乱扔东西，而刘雨却不然。我心里默默的喜欢着刘雨嫣，她给人的感觉总是那么好。可惜的是，周世成却没有珍惜她。周世成决定出国后与刘雨嫣分手，往后常独自一人。我担心刘雨嫣的安全，于是在深夜散步时找了个借口陪着她。渐渐的，我们的关系变得很熟悉。在一次酒局上，我鼓起了无比的勇气向刘雨嫣表白。刘雨嫣欣然接受了邀约，他们彼此相知相爱，享受着无数快乐的时光，每天一同走进图书馆，共进晚餐。我们曾一起游玩，直至毕业。我们筹划着结婚，连孩子的名字都已构想。但在周世成回国后，一切都改变了。在闺蜜的撮合下，刘雨嫣似乎被勾引走了，最终选择了与周世成离婚。我们的交流变得更加频繁，但她对我却表现出越来越不耐烦的态度。关于结婚的事情也出现了变化。我们原本约好要拍婚纱照，但刘雨嫣却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取消了。我感到很愤怒，刘雨嫣却说我在给她施加压力。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其实我早就该明白。刘雨嫣的心情似乎有些波动，最近她对我态度突然转变，我不禁猜测她是否后悔了。但我并不能确定，或许她只是不想失去我这位重要的朋友。我们可以再次相处，像以前一样分享欢乐，就像一起吃苹果那样，不是吗？刘雨嫣推开书房门，笑盈盈上前嘲讽地问：“这么晚了，不吃饭吗？你去睡觉吧，别打扰我工作。”我无奈地回答，头也不抬地说：“图形设计是一项需要专注的工作。”但今晚刘雨嫣却毫不犹豫地闯入了我的工作室，时不时的她会问我愿不愿意，时不时的她会问我是否要吃零食。每当我提起分手时，刘雨嫣突然转身离开，这让我对她的行为感到困惑。本来就不是什么关系，反倒添了许多麻烦，但我还是期待和你一起入眠。刘雨嫣嘴唇紧抿，委屈地倒在床上。今晚我睡书房，我抬头一看，才发现她久违地穿上一件薄纱睡裙，毫不掩饰地展现着身材。自从周世成重新出现后，这样的情景已经很少见了。刘雨嫣总是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仿佛我会对她有所伤害。刚开始我对此感到困惑，慢慢的却习以为常。如今我已经完全不在意了，对刘雨嫣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情感。刘雨嫣见我毫不动容，神情暗淡了许多。她说对不起江楚，原来自己受到了冷淡对待。她说完这句话，转身离开，留下了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空气。你感受到了吗？你最终发现了吗？遗憾的是，已经太晚了。我掏出了手机，通过找熟人重新租了一间房子，打算在完成考核后搬走。经过一夜的努力，终于达到了目标。我提前完成了游戏宣传画，发给了公司。总经理看完后，立即要我去公司签约并开出市场。签完公司合同后，我邀请了几位好友前来庆祝。我们畅饮畅食，边享受着市场价双倍的高薪，边聊着天，仿佛有说不完的话题，真是愉快的时光。我脸上总是挂着微笑，但已经很久没有真正开心笑过了。刘雨嫣不太愿意我参加这样的聚会，她说还不如等待更好。在家学习烹饪，思考着如何为她准备美食。有时我也参加公司的聚餐，李艳唠叨了我很长时间。吃完饭回家，却看见周世成站在门口。李艳，你开门了，最近都不出来玩了。我很担心你是不是生病了，还是江楚欺负你了。周世成按着门铃，却没有人回应。他感到很奇怪，因为平时情况下并不需要这样做。发现访客仅需一条微信消息，刘雨嫣便会迅速出现。周世成按下门铃，他转身看见我，眉头紧锁，怒斥姓江的：“你来了？你是不是有病啊？为什么不让雨嫣出门？你心眼咋这么小？”面对污蔑，我只是冷静。你想见就见吧，我已经开门了。说完了，我打开门，周世成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但或许会误以为我酒后多了，因为过去面对这种情况时总是能控制住自己。但此刻我清醒至极，我心里早已和刘雨嫣分手了。客厅里，刘雨嫣独自坐在沙发上，我也感到非常惊讶，没有想到我会选择周深。周世成迅速进入客厅，开口说话，但话还未说完就停了下来。刘雨嫣一记飞斩击中了我，你为何这样做？为何避而不见？难道是江楚在其中挑拨离间？